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爾先生，帶您掌握週期，財富自由哈。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德國的長天期公債呢，公債的殖利率紛紛來到歷史的高點。但是奇怪的是，這一次不是只有一個國家的公債出現問題，為什麼全世界這些主要國家的長天期公債殖利率都越來越高？代表公債一直被賣。好，那麼過去我們認為呢，政府的公債最大的敵人就是通膨，但是呢，真正的競爭對手可能已經變成 Amazon、Google、Meta 這些公司了。好，那麼這件事情如果繼續下去的話，影響的可能不只是債券而已，包含你的股票、你的保單、你的房貸，甚至工作都可能被重新定價。哈，今天晚上就聊一聊這個內容。好，今晚提到的內容都是卡爾先生個人觀察的觀點跟經驗分享，並非投資建議，請大家投資的時候務必要多多參考不同的意見，自己對自己的投資負責任。好，先看看發生什麼事情。重點現在不是只有單一數字而已，是同時，同時是重要的。美國3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呢，已經來到了 5.33%， 是2007年以來最高。那麼已經到了發生上次金融海嘯之前的高位了。好，那麼英國30年期的政府的公債殖利率也已經逼近 6% 哦。日本呢10年期公債殖利率已經來到 2.96%， 是1996年以來也是30年沒見過這麼高的。德國10年期公債呢已經突破了 3.2%。好，那麼最戲劇性的事情是什麼？是法國的公債殖利率首次也站上 4% 哦，甚至比意大利還貴。當年呢發生歐債風暴的時候是意大利很慘，現在變成法國很慘。現在市場更擔心的是法國。那麼把這幾個國家放在一起呢，等於是目前7大工業國10年期以上的公債的加起來的隱含的殖利率高達 4.6%， 已經創下2003-04年以來最高了。這等於是全世界錢的租金一起變貴了，越來越貴。那麼要看懂今天的這個題目之前呢，先理解2個重要的要點。第一個就是什麼？第一個就是當債券的殖利率往上升的時候，代表怎麼樣？代表債券被賣很多，代表殖利率。代表債券被賣出。當債券的殖利率往下的時候呢，代表很多人在買債券，債券的價格就上漲。這是第一個，大家要這樣的一個概念。所以當今天新聞講說殖利率創下新高的時候，大家就可以理解成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資產正在下跌。那麼第二個，看到右邊這張圖，大家是把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公債的殖利率看成是個無風險的利率。為什麼？因為政府不會倒閉嘛，所以它發出來的債券基本上大家把它當成沒風險嘛。所以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的公債殖利率是全世界所有資產的定價的地基。地基這個字特別重要，地基。那麼我們今天股票的估值的高低啦，還有我們家的房貸啊，企業借錢的成本啊，所有的標準就是這個地基。這個地基只要往上一動，上面的股價、房價、匯率全部重新都要定價。所以這一集最關鍵的一句話是誰把全世界這個地基推起來的？目前呢，最主要為什麼公債殖利率漲成這樣？最主要4個原因。第一個是什麼？是 AI 科技巨頭瘋狂的在發行公司債。2026年呢，整體企業債發行預估你知道多少錢嗎？1.14兆。所有的企業發債要1.14兆美元。那麼今年美國財政部的發債數字才1.18兆，等於企業發債的數字已經追上美國財政部的數字了。那麼這個就呼應我們上一集講過了，2次泡沫同一套的劇本。在網絡泡沫看泡沫破裂之前，電信公司當初的電信公司也是這樣大量發債券在蓋光纖。歷史呢不會重複，但是會押韻。那我們再來看你看這一張圖是什麼？這一張圖指的是 Amazon、亞馬遜、Alphabet 跟 Meta。過去幾年發債，你看之前發債的數字都只有這樣一點點，只有一點點。今年這麼高。
今年就要發1700億美元。你看今年發債的數字是去年的可能5到6倍，好，甚至是過去5年加起來都沒有今年發的多。好，這個你就知道現在這些科技巨頭發債在籌資的這個瘋狂的這個狀況啊。那麼還有最近一個例子是8月17號，美國政府呢發行新的一批30年期的這個公債，好，利率是5.311%，已經是2007年以來最貴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呢，8月17號發生什麼事？同一天8月17號呢，阿發貝也在跟美國政府一樣，也在發行30年期的利率。結果呢，它比美國政府公債的殖利率還要高6.4%。你等於是今天你買它的債，它每年給你6.4%的利息啊，然後30年後會把本金還你啊。那因為這個阿發貝呢，它的這個利率呢，比30年期的美國公債殖利率還要高啊。那麼代表什麼？代表很多錢搞不好就不去買美國公債，跑來買阿發貝的公司債了。好，你把它想象成這個畫面，這個就像美國政府跟阿發貝站在同一個櫃台前面要排隊要去借錢，那麼利率只差1個百分點。那麼投資人心裡面想是說，那我寧願多拿1個百分點，好，借錢給全世界最會賺錢的公司，我為什麼要借錢給赤字高達40債的美國政府？所以現在美國政府發債的對手已經變成是這些 AI 科技公司了，不只是通膨了。好，那麼再來看這張圖，這是彭博社統計的圖，是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標售的利率。好，就是他在發債的時候呢，要用多少錢給人家利息，人家才要買。好，那麼你看不斷的上升，已經創下2020年以來最高了。要注意一件事情哦，這個是標售利率哦，是政府真金白銀，就是你買我的政府公債，我要給你多少錢。好，不是二級市場的報價，好，已經來到了這個快30年的這個新高了。好，那麼現在更棘手的問題是什麼？美國政府的債務的利息，好，膨脹的速度呢，已經呢，再來呢，好，再來這張圖在講什麼？這張圖在講美國公債的總額已經超過40兆美元了。好，那超過40兆美元。不是什麼太大問題，真正問題是在下一章。真正棘手的問題是，美國政府每一年它的債券要付出去的利息成長的速度，已經比它經濟成長的速度還要快了。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就像今天卡爾先生，卡爾先生，這個每天借錢度日，我的信用卡的循環利息比我每個月的收入還要多。我再重講一次哦，美國政府現在就像卡爾先生每個月要支付的信用卡的利息，會比我每個月的收入還要多。如果你今天想一想，今天是一個家庭的財務變成這樣子的話，你覺得這個家庭會怎麼樣？然後現在美國政府的對策是把它短債化，就是什麼？就是呢改發短天期的債券啊，可能是1年2年以內的，好，然後來降低這個利息的成本，好，那。等於是今天雖然利息成本比較高，可是因為你發那1-2年的，1年後2年後到期，你還是要再發啊。好，它債務不是就不見了。好，你等於是把整個風險往後延，等於是把以後再融資的地雷把它丟到未來。好，所以現在政府不只是跟公司搶錢，好，美國政府不只跟公司搶錢，還把風險整個往後延。好，那麼這張圖呢，看了就更有感覺了。好。這一張圖是美國淨利息支出占 GDP 的比重，好，這條線越高，代表美國政府的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越高。你知道現在已經來到快到 3.3， 快到 3.5 了。好，那你看美國經濟成長率有那麼高嗎？沒有，還沒有那麼高嘛。所以這張圖還有一個很明顯是從2020年之後開始往上飆的。好，等於是說。利息的費用比利息成長的速度比經濟成長速度還快，好，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信用卡循環利息比月收入還多啊！你想想看這個畫面，那這個標最關鍵的一個點是什麼？你看這個陡峭的曲線，關鍵的問題點是這飆升的速度太快了，哦，已經失控了啊！好，那麼剛剛講了2個原因，第3個原因是什麼？
第三個，為什麼這個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的長天期公債殖利率不斷上高？第三個原因才是通膨。布蘭特原油的價格已經突破90塊美元了。那麼，只要中東的戰事繼續下去，還會持續推升油價跟通膨，會持續拖累這個全球的經濟的成長。那麼未來呢，全世界的通膨預期叫一回升，那麼債券投資人就會要求更高的通膨補償，他才肯買這個長天期的債券。好，以前呢，10年期的公債呢4%大家都接受，現在10年期的公債，大家要買的時候還要考慮會不會發生戰爭啊，會不會有你的赤字會不會越來越嚴重啊？你的錢越借越多，利息越還越多啦，還要考慮通膨啊，還要考慮你美國政府還有世界各國政府發的債，還要跟 AI 公司競爭啊，以前考慮1個因素，現在考慮4個。當變數太多的情況下，以前4%就夠了，現在連5%都不夠，所以等於是要去買政府公債的人，就要求要更多的補償，否則他就不買。這個叫風險補償。好，所以長天期債券的利率呢，要把通膨補償跟風險補償全部算進來。好，那現在不管是通膨補償還是風險補償，兩個都在上漲。好，再來還有一個第4個原因呢，這個市場上比較少人講，也比較容易被忽略，就是什麼？以前呢，最主要買公債的主力不見了。以前美國聯準會，還有各國的央行是最主要在買公債的。那美國聯準會主席沃許呢，表態要繼續縮減資產負債表，基本上就是減少債券的購買，甚至就是債券到期不買，等於是讓市場上的債券就變越來越多。他不買了。那麼他已經從過去最大的公債的買家變成賣家了。那麼中國央行呢，持有的這個美債呢，也到了多年最低的位置了。那麼日本央行呢，大家預期它的這個貨幣會升息，所以造成日本國內的公司，包括日本壽險公司啊、退休金公司的錢啊，就開始賣美債回到日本。好，所以現在不管是美債或歐洲的債務，少了這幾個大買家。好，剛剛講這幾個大買家，就變成怎麼樣？變成市場的需求越來越少，但是呢，債券的供給，政府的公債的供給卻越來越多，這個就會造成價格跌，然後殖利率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好，那再來這張圖呢，就是在說明現在是誰在買政府公債。好，大家看哦，藍色的這一條線，是指的是外國政府在買美國的公債，你看逐年不斷下降。好，那現在呢就變成什麼？變成是紫色这條線。紫色這條線，變成是這個國內的這個民間私人部門。那康先生在前幾集有講過嘛？現在其實最主要還不是民間私人部門，就是對沖基金在買。好，所以現在私人部門對沖基金已經扛下新發行美債的73%了。好，那不管是民間的資金還是對沖基金還是私人部門，以前是中央銀行在買。中央銀行在買債券的時候是出事情，他會進來兜底。那變成是民間在買，對沖基金在買的時候就完全不一樣。出事的時候他是趕快跑，好，所以就會造成現在債券的市場越來越不穩定。你本來是一個主力，出事前他就會印更多的鈔票來買債券，現在變成最主要在買的是民間企業，是對沖基金，所以就會造成美債現在越來越不穩。好，它的殖利率波動就越来越大。好，所以把剛剛4個主要的原因串起來看，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樣？就是因為現在呢，美國政府跟世界各國政府大量發行債券，越發越多，還有最重要的是 AI 的科技巨頭也在跟政府搶錢，一直發債。好，那麼再加上呢，世界各國的央行現在不買債，還有包括日本的資金回流。好，你等於是發債的越來越多，結果買債的變少。就造成怎麼樣？造成整體供過於求，所以債券的價格就持續下跌，債券的殖利率就往上漲。那麼再加上剛有講的很多的這個各種的這個風險，造成現在債券的買家要求更高的風險補償。就是講的更簡單一點，就是你要給我更高的利息，你沒有更高的利息，我就不願意買。這個的最後呢，就造成長天期公債的殖利率
已經飆上幾十年的新高了，好，飆上幾十年的這個新高了，好，那麼所以就是最基本的供需出問題了，好，就是僧多粥少，好，所以上面講的這個機制呢，我們看這一頁是證據，好，錢是真的在動，這張圖指的是什麼？好，是公債淨發行，好，公債淨發行，好，來你來看哦。好，這個是2025年，好，公債淨發行的數字是 1.62 兆，好，2026年大概是 1.18，好，那企業債在2025年發行是6800億，到今年會飆升到 1.14 兆，好，1.14兆，好，所以呢，等於是政府發債的數字是有減少，可是企業發債的數字卻暴增，好。所以你就會知道，現在等於企業在跟政府搶錢。好，那我們來看看市場上在買債券的這個基金，它在做什麼？美國中期核心債券基金呢，它對於政府公債、美國公債的配置已經從35%降到32%，但是它手上的企業債從27.5%到30%，理解了嗎？等於是說，連這個市場上的基金經理人，他也減少購買美國公債的金額。跑去買企業債，因為剛剛有講，企業債發的這個利息還比美國公債還要多嘛。好，所以呢，這個多1.1個百分點，就剛剛講的。然後發行人又是像阿發貝這樣的公司，好，那所以呢，要賣掉的公債要有人接，要有人接的話呢，那就會要求公債的殖利率就要往上走，要更高，好。這個呢，就是排擠效應了，好，排擠效應，好。那麼，當政府的這個公債殖利率，美國公債殖利率不斷的往上，對你跟我的影響是什麼？第一個就是無風險的利率呢，好，現在就已經高達 5.3%，等於呢，資金就會從投機性的資產被抽走，就像地心引力一樣，好，因為我們不要站在散戶投資朋友的立場上講，我們來站在國際的大資金機構投資人立場上講，當買一個債券的利率，政府債券利率就 5.3%， 他不一定要去投資股票了，很多錢就可能會離開股市來買債券。好，第二個呢是分母會變大，好，本益比的天花板，股票的本益比的天花板就往上修，往下修，就是針對一些高估值的成長股，尤其是 AI 概念股就首當其衝。好，所以台股7月就是因為 AI 資本支出疑慮，加上這個殖利率。公債殖利率不斷的反彈，哦，就修正了，7月份就大修正了嘛。再來第三個對你我影響是台灣前6大的壽險公司，你知道嗎？7月份的獲利只剩下61億，年減2/3，減掉了67%。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灣的壽險公司手上持有都是美債比較多。好，那當美債的殖利率往上飆，等於美債的價格就往下跌，所以他們賬面損失就加大。好，那麼照理說，當公債殖利率往上增的話，最關鍵的這事情來了。這裡有說阿里巴巴也宣布800億港元的增發新股，大家拼命搶錢。現在這個同學有概念，現在就是市場上的資金越來越緊缺了，所以大家要有個概念哦，股票為什麼會漲？不管哪一個國家，全世界哪一個國家股票會漲，最主要2個因素。第一個基本面好，第二個要有錢。現在要注意一個事情是，已經不要再看基本面了，現在是全世界錢越來越少的問題了，錢越來越少，越來越貴了。好，那麼照理說，剛剛說的，政府的公債的殖利率不斷往上升，你黃金，實體黃金不會有利息呀。所以，當公債殖利率往上升的時候，很多的錢是不是怎麼樣？是不是就不買黃金了，會來買公債的嘛？因為黃金不會配息，但是公債會配息嘛。而且公債的利率越高，照理聰明的錢應該去買公債，不會買黃金嘛？黃金的價格應該要跌嘛，對不對？好，因為黃金不會配利息嘛，這是教科書上寫的。但事實上呢，從8月到現在，黃金已經大漲10% 以上了。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代表市場用真金白銀在告訴所有人，這一波債券的拋售，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
越來越多的投資人對主權財政信用的不信任了，就是越來越多的投資人已經開始失去對於政府發行債券的信任。好，所以市場的心裡面想的是說，我把你這個，我不管你今天利息會多給我多少，我先放一邊。我已經開始懷疑你政府的借據未來可能會出現問題了。所以一開始有人講，這也是為什麼最近比特幣會大漲的原因，因為比特幣本身跟黃金一樣，就是越多人不相信政府的信用，就會去買比特幣。好，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波比特幣跟黃金幾乎同時齊漲的這個原因。好，那麼我們再回溯到過去70年來看，黃金過去這2-3週這種大漲的情況，過去70年裡面只有5次，這一次是第5次。好，再講一次哦，這一次黃金大漲的這個速度是70多年以來漲那麼快的只有5次，這一次是第5次，所以這是很反常的。好，這個所以反常的程度就是歷史幫我們量化了。所以我要講的是，為什麼會那麼反常？是因為投資人對於這些主權信用的疑慮，用真金白銀在投票。好，對於政府的公債的疑慮在投票，越來越不信任它了。好，那麼講到這邊呢，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不買股票的同學一樣會被這個長天期公債殖利率、政府公債殖利率，尤其是美國政府公債殖利率不斷往上漲影響到。比如說房貸，台灣房貸呢，雖然跟台灣的中央銀行它的利率聯動比較高，但是當全球的長天期債券的利率天花板越來越高的時候，也會把整個台灣的利率往上拉。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全世界錢是自由流動的。好，所以當全世界，尤其是美國，當它債券利率越來越高的時候，就會讓台灣各種利率也會往上高，往上拉。好，所以你現在想要買房子的，特別是一些首購族，一定要算一下，或者是你有在做這個房地產操作，你一定要趕快算一算，當利息不斷升高，房貸未來越來越高的時候，你到底能不能負擔？再來第二個是你手上有保單的、退休金的。好消息的是，利率變形保單宣告利率呢，連續3個月調升，最高4.42%。壞消息是你保險公司賬上，我們把錢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就買很多的債券，他手上的債券正在跌價。好，再來第3個要考慮就就業的問題了。好，當錢越來越貴，那麼就會造成企業的投資就會慢慢減少。好，最後就會間接影響加薪跟職缺。但當然，現在的問題是各行各業的一些資金投資都在縮減，只有 AI 在增長。所以接下來就繼續看，萬一哪一天 AI 投資的資金也開始變慢了，那事情就麻煩大了。好，所以呢，即便你今天不買股票的話，但是錢的租金持續在上漲，所以基本上沒有人躲得掉。好，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這個。好，那麼上一期有提到，當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只要來到 5.2% 以上的時候，就是什麼？就是代表官方護盤失敗了。好，那麼我們在做直播的時候，最高已經來到 5.33% 了，已經站回去了。所以接下來要觀察未來幾周，它到底會不會再掉到 5.2% 以下，還是就站穩 5.2%，甚至持續往上？好，這個會比預測股市漲跌還要重要，因為這個就是個地心引力，你一直往上，基本上就利空股市。好不要跟我說，沒有啊，卡爾先生你在危言聳聽啊，股市又沒跌，要看遠一點。我們說的是個環境。好，如果長天期公債殖利率繼續往上，就是不利於股市。好，但是短期之內股市到底要漲多少，這個不是我有辦法判斷的。好，因為投資人的瘋狂是沒辦法判斷的。可是我只能說，這個就像什麼？就像一個人，好，他已經年紀大了。然後開始用慢性病慢性病要越來越嚴重了，什麼時候真的會發病到送急診室很難講，但是只能告訴你，這個老人呢，他發病的幾率就越來越高。好，這個就是現在整個債市對股市的影響。好，再來第二個，已經會進行雙重壓力測試。好，台股的融資餘額還在高檔，再加上全球無風險利率越來越高。
等於是你借錢在投資的，或者是你開槓桿在投資的朋友就會被兩面夾殺。為什麼？因為當利率越來越高，股市的估值就往下降嘛，這是第一殺。第二殺是當利率越來越高，你借錢玩股票的成本就會越來越高，等於是兩面夾擊。好，第三個，最重要還是要講一下，不要誤會啊！我今天不是看多或看空股市，我只是跟你說明啊，在做一個體質的診斷。現在股票的行情還在山頂啊，所以山頂的風景還是很美麗哦。好，但是我告訴你，在美麗的風景旁邊就是懸崖。好，我現在跟你講是最主要是這個。好，那麼接下來要怎麼觀察？觀察5個點。第一個，每天花一點時間看一下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紅線是5%，看會不會繼續漲超過5%。30年呢是5.2%，現在已經站上5.2%了，會不會掉回來？還是持續在5.2%以上站穩？站穩就麻煩大了。如果站穩繼續往上升，麻煩就更大了。好，所以要看它會不會回來，會不會站穩。當然，第二個，日元呢，1塊美元對日元160的防線有沒有被攻破？前陣子日元上漲回來了嘛？接下來會不會再跌回去160以上？好，那麼接下來如果日元急劇升值也要注意，也要注意可能對沖基金爆倉。我們上禮拜有講過這個邏輯啊。再來就要看油價，不然它原有90塊美元上下，就是可能看通膨是不是黏着。如果原有的價格越來越高，那通膨的粘度就越來越高，通膨粘度就越來越高。再來呢，就要來看這個2個官方動作。8月下旬，日本財務省它在干預日元花了多少錢？再來呢，還有上禮拜有提到的 FEMA 會不會擴大？再來最重要一點是，股市在高檔的時候，投資的紀律最重要。你要去算一算，你有借錢的，你要去算一算你融資的維持率，你的槓桿的這個比例是多少啊？最好多保留一點現金，不要滿倉。因為接下來單日上上下下的波動，再給你跌個2-3千點台股，美股跌個4-5%，未來都有可能會發生。當天我認為發生的幾率很高，已經變成一種常態了。這個時候呢，你持有現金比較多一點，現金比例比較多一點，你才有子彈。你如果今天滿倉，甚至滿倉再加借錢，你到時候真的，一跌下來，你又沒有錢補，那你就只能乾瞪眼了。好，講到這邊呢，跟大家報告一下這個是今年6月29號，從6月底，卡爾先生就開始跟大家分享，要注意，在會員頻道就有分享，要注意黃金跟白銀的投資機會。結果怎麼？只有過去這3個禮拜，剛剛講嘛，黃金飆漲，而且它飆漲的速度是70年以來，這種速度這一次是第5次的快，速度是很罕見的，所以我們運氣不錯，在起漲之前就等於抓到，有跟大家分享，有跟大家分享。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其實我也不知道黃金到底什麼時候會漲，我也不認為自己特別會預測股市或投資標的的漲跌。但是卡爾先生真正有信心的是什麼？是我們判斷黃金週期的策略跟方法，透過觀察政治經濟的趨勢，還有籌碼的變化，再搭配技術形態的形態學。我們就不是去猜哪一天會漲，而是判斷黃金小週期，小的週期走到哪裡。所以之前我就有說，小的週期走到這邊，可能起漲的幾率就高的。什麼時候值得開始關注黃金的投資機會？所以我一直不覺得我預測特別準啊，我講哪一隻股票特別準沒有，但是我有信心的是我分析的方法跟策略跟邏輯，而我真正希望的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策略邏輯跟方法，讓大家自己可以學會這一套邏輯，獨立思考來做投資的判斷。那這個是上禮拜呢，有一個新加入的這個卡爾同學會的這個同學給我的反饋，他說上星期我們在會員頻道分析橡膠跟橡膠相關類股的這個趨勢，他認為對他一個投資新手來說，這樣的講解的方式很棒那也很感謝這一位同學給我的回饋，因為有你的回饋，我就更有信心我跟小編就更有信心，更認真的來分享更多的內容給大家好，那麼
而且呢，我跟小編還蠻認真哦。為了讓大家能夠更容易了解，我們就開始把會員頻道的內容變成圖表了。好，開始嘗試變成圖表來跟大家分享。好，比如說這邊就開始分享，是不是聖嬰現象來香蕉一定會漲啊？為什麼？好，漲不漲呢？是要看東南亞的3個國家會不會下雨啊？然後還有也會分析為什麼橡膠在漲，那有些橡膠的個股在漲，為什麼輪胎股像振興跟建大，為什麼上漲可能會比較晚的原因是什麼？就做成圖表，讓大家更容易了解。好，那麼我們也接下来會持續的改善這個，好，讓大家能夠更快速的來閱讀，好。然後不是只是看影片要看30-40分鐘，還有更簡單的這個圖表，可以幫助大家來理解這個會員頻道的內容。好，那麼再等一下10點的會員的形態學的直播，我們就來聊一聊對石油趨勢的看法，跟幾隻石油類股的看法。同時呢，等一下10點的會員直播也會分享一隻目前在底部價格便宜，未來可能會看好的台股啊，也會跟大家分享一支。那麼再來，明天晚上的這個9點會分享最近幾個月的石油的價格漲上去又跌下來，現在好像又要漲跌，但是大家知道嗎？但是柴油的價格卻供應越來越緊張，價格可能越來越高啊。所以呢，明天晚上就會分享我們目前看到的趨勢是什麼，還有因為這個趨勢可以觀察哪些投資標的。好。歡迎大家可以加入卡爾同學會的會員頻道，1個月只有300塊錢其實很便宜啊，這一碗比較貴的牛肉麵的價格而已。好，到了我投資做公益的時間，非常感謝最左邊的這個包文，中間的阿倫跟右邊的陳先生響應卡爾先生我投資做公益捐錢給這個公益團隊。也很感謝最左邊的 Starkey 大很感謝你每個月都定期我投資做公益，也感謝右邊的韓小姐。那麼卡爾先生也再次呼籲全世界的觀眾朋友，想一起來我投資做公益。好，您如果願意參加這個活動，只要捐錢給慈善單位或物資給慈善單位，然後把你的收據透過 email 或 Facebook 的 message 傳給我，一起參加我投資做公益。好。我想今晚的內容就到這邊，願世界和平，願大家健康平安，財富自由。大家晚安，晚安。